大家好，我是 Joseph。这一段影片我们来看看2023年6月的这个交易记录。那2023年6月呢，科技股狂涨，我相信很多人的 portfolio 呢都可以看到明显的涨幅，很多股息成长股呢也都慢慢涨回来了。在这一段时间呢，2023年6月呢 ，Joseph 买的稍微多了一点，那主要是还是有一些高股息的这个机会，那 Joseph 呢就一一跟大家来讲。在6月6号、7号。还有16号呢，分别买进了30股、20股，还有20股的 T。那这个部分呢 ，Joseph 的另外一段影片呢，讲到在 T， 也就是 AT&T 呢，它在这一段时间大跌。那大跌主要原因呢，就是市场传言 Amazon 想要进到电信市场，给它的 Prime 会员提供免费甚至是便宜的电信服务，以此来维持 Prime Member 的续订率。你的电信不可能用1个月停1个月，但是你 Prime Member 可以，所以他们想要用这种方法来维持他们的会员优惠及续订率。但 Joseph 在影片说了，这只是市场传闻。那这些相关的公司呢，都否认或是没有评论。那即使这个事情成了，我觉得对于电信股来说呢，并不是世界末日，反而是个机会。那不管如何，股价跌了就是机会。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呢 ，Joseph 买了70股的 T， 就是想要借此来扩大自己在通信方面的布局。另外一个是5月份就说6月份要买的，就是 PRU Prudential， 这是一家保险公司。那在80多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价格。那保险公司呢，相对来说风险比较低，虽然通货膨胀让保险公司的负担呢变得比以往重，但 Prudential 的整体财务状况我觉得很不错，在这个价格呢，我觉得是非常放心的。SYY 是 Cisco， 那它是 SYSCO， 并不是另外一家科技公司 Cisco， 那家是 CSCO。那它全称是 CISCO， 这两家公司呢是不一样的。那这家 SYY 的公司呢是做食品运输的，那在这个部分呢，对抵抗通货膨胀呢稍微有点优势。那甚至现在通货膨胀下来了，公司还是有非常强的定价优势，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觉得 SYY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投资。在上个月的回顾，那 Joseph 说了，目前整体来说，这 rates 现在呢还是在打底的这个阶段。那很多投资机会呢，在rates 里面呢，你都可以发现。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买了 SPG， 也买了 O。那还有很多好的 rates 公司呢，也都在打折中。那 rates 呢涨上去不是那么快，不像科技股那么疯狂，但是可以让你的整个 portfolio 稍微稳定一点，而且目前的殖利率来说，股息来说呢都是非常不错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待会还会讲其他的 rates。那最后在能源股呢，ENB 的这个部分呢，我能源股现在只有 ENB， 那我在这个部分呢，又加买了一点点。那 ENB 呢，这个波动呢非常大，那我自己给这个 ENB 的这个心理定价大概是45，也就是说呢，我觉得它未来应该会涨到45左右。那 ENB 这个部分呢，现在在36，我还是觉得是个非常好的这个投资机会。那6月呢，总共买了2384，比平常 Joseph 买了1000多来说呢，是明显的增长。那这个部分呢，主要 T 跌了太多了，我觉得不买白不买。那如果从成长来说呢，其实应该是买另外一家通讯的，也就是做媒体的这部分 NXST。那 Nexstar 在这个部分呢，可能成长会比较好。那如果 T 这个价格慢慢涨回去的时候，就可能把重点呢放在 NXST。那选择权的部分我以前讲过，但是
后来没有跟观众做个交代。那选择权，我之前在讲这个产业加仓的时候呢，就讲了这个 loss 呢，我这个仓位呢，之前呢都已经开仓又关仓了。那之前呢，是用做 diagonal 的方式。那 diagonal 呢，就是买长线的 call， 卖短线的 call，这个也叫穷人的 cover call。那我自己已经做了2次了，16% 跟8%关仓了。那loss 那创新高，我下面还会讲呢，我这个部分呢可能继续用选择权来做。那另外一个用选择权加码的是银行股，就是区银行 Key。但是做这个呢不一定是个好主意，因为 Key 这个公司的这个流动性比较小，所以我只做 Leap Call。那它的价格太小了，9块多呢，你卖 Cover Call 都不好卖，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没有做成 Diagonal。那所以不卖短天期的 Call。那这个部分呢，我自己没有设定什么获利目标，在这个时候呢，就看市场的走势来说了。这个选择权的 Leap Call 我是买的最远的，那这个部分呢也会慢慢买因为我觉得 Key 还有其他的呢。真的太便宜了，那不知道市场会不会还它公道呢？可能在下半年来说就可能会。那至于 Leap Call 的获利之后呢，我想要怎么做，是会打算在选择权里面获利了结，还是把它实现了变成买实股呢？这个部分就到时候再来烦恼了。目前看起来，这个转机不会那么快，可能要等到下半年甚至年底才会有的。那之前说了6月份依产业加仓，你可以看到科技股我没有加仓。那 REITs 里面呢 ABR 涨得太快了，现在在14点多，一直没有回到这个我想要在12家，现在看起来13家呢都很难加上去了。那我买了 O 跟 SPG， 那其他的 FRT 啦 OHI 啊，这些都我觉得算是不错的公司，大家都可以考虑。通讯股我是买了 T， 那 Comcast 呢一直没有跌到在40以下了，或是跌到40以下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注意去买了 T。 那在之后呢，如果 T 慢慢涨上去了，我会把重点放在 Nexstar NXST 这上面呢。那现在我觉得还是好的价格。你会发现市场的风向慢慢转变了。其实在去年底还有今年初呢 Joseph 就讲过，从总体经济来说，美国的经济其实比想象的好。我自己是不太担心 recession 的。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市场的风向慢慢转向了，特别是经过科技股大涨，大家都觉得市场复苏了。那其实这个我们在几个月前呢都讲过了。那市场复苏呢，我觉得像这种媒体广告业的这个公司呢，业绩应该会很好。我觉得 Nexstar 这个价格区间呢，大概不会维持很久，所以下个月呢，我应该要注意 Nexstar 这只股票。那医疗股呢，其实现在还是有不少打折的股票。那在这个部分呢，在6月的时候没有买，但是之前呢，我加过 CI， 但是 CI 呢反弹的太快了，它在季线底下没多久。那在下个月呢，我这个标了，我在看月底的这个 CI 的这个股价，那它已经接近季线底下了，已经接近到季线了所以我觉得加仓机会可能真的快要过了。所以呢，我可能在7月的时候呢，就会买 CI 跟 AMGN。MDT 呢，在88块呢，我觉得稍微有点超出我的心理价位了。它是个好公司，或许等这个市场普遍涨起来了之后呢，自己的心理价位就会慢慢调整了。我还是希望能够等一等。在这里Pfizer 呢，我之前写的38以下可以考虑，但是在这个6月的时候呢，我看到它跌到38以下呢，我就做了一些功课，我下面可以再跟大家说明。
工业股部分呢，很多持股都已经涨上去了。在这个部分呢，唯一看到比较好的2个机会就是 UMP 跟 ADP 啦，6月都没有加，7月的部分呢会考虑。金融的部分呢，我说了错，我不加，这个部位已大，不加仓。那如果真要加仓，也是用选择权，我觉得是没有必要。那 Key 这个部分呢，我用选择权加仓 ，PRU 我买了10股。也就是说我买了现股，我不是用选择权，所以6月份已经加仓了。必须消费呢，在这里呢，我如果在下个月没找到好的呢，我可能就会继续买烟草股。那这个部分呢，我先开了 SYY 的小仓，然后做进一步的研究。非必须消费是 Joseph 最有兴趣的啦。那这个部分呢，5月我记得已经加了 Tractor Supply， 那7月的时候呢，也可以慢慢加，惠而浦也慢慢涨上来了。那这个部分呢 ，Low 跟 DHI 呢，我们晚点讲。那能源股呢 ，EMB 原物料 SHW 这些都跟之前讲的一样，但是只加了 EMB， 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有这个底色的呢，就是 Joseph 想要特别讲的，或是特别加仓的。在这个部分呢，7月有什么样的改变？7月能够改变的时候呢，这里科技、通讯、REITs 这些都没有什么样的改变。这里 CI 我想要说的就是，它目前已经就在季线附近了。它如果涨上去之后呢，可能就不回头了。那我当然希望自己的持股就涨上去不回头啦，但是也希望再多买一点。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不确定之后还不会再跌到季线底下，可能会，那可能不会。那我觉得这个机会呢，不太多了。所以呢，7月的时候呢，我要提醒自己呢，要买 CI。MGN 呢，220在我的心理价位，那自己的持仓的这个平均价格也在220上下，所以呢 MGN 呢我也会加，所以我希望把这个医疗的部分呢，在整体的 portfolio 里面加到比较大的比例。目前我的医疗部分呢只有 6%， 我觉得还是比较少一点。那 REITs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好像在 5%， 这个2个部分呢我都希望可以稍微多一点。MDT 呢没跌到我自己想的价位，所以可能不会买 MDT。Pfizer 呢，我自己又看了一下 Pfizer 的产品线，还有最近的并购。Pfizer 呢这个转机呢并不明显，所以它虽然跌到38底下甚至是36点多，我 Pfizer 呢也没有开仓，它可能会有转机，如果它并购成功，而且能够让自己的药的这个 pipeline， 也就是它的这个流水线呢，专利的流水线呢更加顺畅的话呢 ，Pfizer 可能股价会冲天。那不过目前看起来呢，可能没有那么快。感觉这个公司在寻找并购目标呢，并不是那么顺利，所以 Pfizer 目前感觉还没有特别强的这个转机，所以呢，我暂时也不动Pfizer 的这个部分，考虑的还是 MGN、CI 工业股呢，这2家就没特别要说的。必须消费在7月呢，很可能会加Altria， 也就是股票代码 MO， 就烟草股讲了很多。那目前的这个价位也在 Joseph 的这个均价附近，所以是我觉得可以继续加的。SYY 有可能会加。在这里呢，有个网友问到了 Target 这个部分。Target 如果从这个估值上来看呢，130左右呢 ，Target 算是挺不错的这个价格，特别是今年 Target 已经跌了一大段下来了。那 Target 呢的问题不在于这个估值，那在于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在竞争的方面，Target 的这个定位比较尴尬一点，它又不像一般的超市。在生鲜的部分呢那么多，但是它又没有办法做到像 Costco 一样，以会员制靠会员来赚钱，把公司的这个产品的数量减少，把单价拉高的这种方式。Target 呢，它主打的很多部分呢就是家居，但是它家居的部分呢又比不过 Home Depot 又跟 Lowe's。
所以呢，它在这个我自己作为消费者这个定位里面呢，有些时候呢就是买跟小孩相关的，或是一些在其他地方比较难买到的这个日用品，我才会去 Target。所以啊，我平均大概2周也去一次 Target， 但是就我自己的观察，它的定位还是比较尴尬。那另外一个最近大跌的原因呢，就是它的政治风险。那政治风险呢，并不是说它是靠民主党或是共和党，而是说它刚好踩到了一些敏感的议题。那这个部分呢，我会另外拍一支影片讲 Target 最近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踩到这个敏感议题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拒绝在 Target 消费。你知道Target 这个也是它核心业务竞争力并不是那么高的这个原因，因为它的这个可替代性还是稍微高一点。在这个部分，顾客走了，如果是因为他的信仰理念的原因走了，就很难回来了。在这个部分，我觉得转机并不是那么快的。那 Target 呢，目前的股价呢，在1年新低，我觉得并不会那么快就回头。那政治信仰理念的这种问题呢，没有个半年1年，我觉得都很难看到明显的转机，除非他在公关部分呢能够很快的做一些修补。那不过目前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没有看到特别乐观的转变，所以 Target 呢，我自己觉得再低一点吧。那我可能永远等不到这个价格，但是我会等到比较好的时机才会开始考虑 Target。非必须消费呢，在这里我会考虑VFC、Tractor Supply 跟惠而浦。那 VFC 呢，我之前讲的呢都是不考虑。那现在呢，我觉得可能转机会来了。那 VFC 呢，在过去几年呢，在经营上面呢，稍微有点太乐观跟太激进。那之前的并购案卖出呢，都没有让 VFC 呢得到一个喘息的这个机会，以至于他拿到了50年成长股息之后，把 dividend 砍了，所以丧失了 dividend king 的这个称号。在这个部分呢，新的 CEO已经要在7月17号上任了。那新的 CEO Bracken Darrell， 他现在是Logitech 的CEO。那7月17号上任呢，希望能够带来转机。那这个新的 CEO 他的过去的这个让公司成长的这个能力非常强，所以希望呢能够在 VFC 的成长上呢，能够带来一些新的这个动力。我自己会为了这个支持这个新的 CEO 啦，我会加少少的。那目前我的 VFC 的仓位呢在 3%， 那我可能会少量的加。那因为 CEO 要对一个公司的改变可以很大，但是不会很快，所以这个部分呢，只是为了支持少量加。那如果它要出现转机的话呢，我觉得至少要给它半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在投资界有人讲过 ，CEO 呢来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轰轰烈烈领了一个高薪，然后一事无成的又走开。那因为 CEO 如果不是在这个公司本身出来的，可能很难踏进这个公司的文化并做比较大的改变。所以这个部分呢，就看 VFC 新的 CEO 的魄力啦。这个部分呢，希望能够在今年第3个季度的这个财报能够知道这个 CEO 的这个风格。在 Tractor Supply 还是在低价，我可以考虑。惠而浦在这个部分呢，之前讲过，我虽然没有拍影片，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营建股方面呢，你看，
Lowe's 是虽然不是跟营建相关的，但是家居装潢呢跟营建呢这是非常高度相关的。Lowe's 已经破1年的高点了。那 DHI Joseph 之前说过，它就应该是个120的股票。那之前我在90多的时候讲，那之前已经到了110了，到这个月已经到了120了，它已经破了1年的高点了。对于Lowe's 跟 DHI 呢，因为我在非必需消费呢，比较有兴趣，在这个部分呢，我会考虑用选择权来做。那我就大概不会买实股了，就是在这个部分我就会用选择权来炒作，不会买实股了。因为现在买呢，虽然它可能还会涨一段，但是我觉得用选择权来做的风险比较好把握，而且获利会比较高，所以这是我自己的操作。但是我觉得就算买在现在 Lowe's 跟 DHI 的这个价位呢，还是有上升的空间。那对我来说风险比较高，我会用选择权来控制风险。那能源 EMB 这个部分没改变，那原物料呢，我还是看好 SHW。在这里呢，想要提一下就是6月的股息成长啦。6月的股息成长呢，主要是金融股 JP Morgan、高盛还有摩根这3个呢，在股息成长呢都比较大。那还有 O 跟 KR 这个部分呢，可以看 Simply Safe Dividends 它自己提供的这个报告。那 JP Morgan 呢是涨了5%。高盛呢是涨了10%，Morgan Stanley 涨了9.7%。你可以看到，对于金融股来说，他们对未来非常有信心，所以才会提高这些。所以金融股呢，在现在来说呢，还是非常的动荡。但是我觉得，如果你金融股的布局比较少的话呢，现在是个好时机把金融股买上来。我是因为错的这个部位很大，所以这些金融股我现在就没有办法再买了。那要炒作也是透过选择权来炒作。那 Kroger 这里上涨12%，我在这个下面其实也讲了 ，Kroger 是之前我在62卖出的，现在股息又成长12%呢，在这个部分呢 ，Kroger 是个情感稍微比较复杂的这个股票我心里是还蛮喜欢 Kroger 的股票，但是一直没有到达我想要的部位。对于 Kroger 跟 Albertson 的这个并购案呢，我自己是不看好，但是自己卖出的原因呢，也跟这个并购案没有关系。我自己觉得对并购案来说，我是抱持着悲观的态度。那并购案对于 Kroger 来说，这个压力会稍微比较大一点，所以其实并购案不成功，可能对 Kroger 来说呢会比较好。那 Kroger 涨了12%股息呢，心里当然有点酸，在想着是不是看错了。那未来成长可能是不是还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但是我觉得现在47、8块买呢，可能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报酬率吧。我如果等它到45以下，40，我可能会觉得是一个更好的买入的机会。我宁可错过。那 Realty 呢，小涨了一点0.2%。在这个部分呢，我觉得 Realty Income 呢一直是挺保守一个投资啦。那因为跌到就60左右呢，我觉得没什么好想的，就先买吧。在稳健度上Realty Income 呢是一直是非常稳健的。好，我们跳到月度记录。从月度记录来看，我们从2022年的2月的57986，到了2023年5月呢，已经翻倍了。当然，在这个部分呢，投入也一直是很高的。在2023年呢，我之前说过呢，可能会有买房的这个需求。但是现在利率又挺高的，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稍微保守一点，所以之前呢就买的稍微比较少一点。那4月主要是觉得5月会大跌，结果没大跌。在6月的时候，这里应该写6月的时候呢，就又开始恢复这个之前的这个买入的这个金额啦。可以看到，
这个 portfolio 金额呢来到美金11万0645 ，annual income 呢首次破了5000，就是说一年有5000块美金的这个股息收入。那 year on cost 呢是4.24%呢，跟我自己预期的差不多，但是在 dividend growth 里面呢稍微比较低，这也是因为升息快要结束了，在这里呢把握一些高股息的这个机会啦，但是之后呢还是要慢慢放在高成长的这个机会呢，希望能够把这个成长率呢带上来。现在是重视股息，不是我想要的，我还是想要把股息成长的部分呢拉出来，这样时间拉长来看。股息的成长呢会比较明显，你可以看到在金融股的这个部分呢，这些股息成长都是5%、6%、10% 的这种长期投资下来的感觉呢，会更明显一点。对于雪球效应的这个累积呢，也会比较好。所以我还是想要找一些高股息成长的这个机会。不过这种公司呢，通常都很难到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所以回到我们之前说的，可能 CI、Nexstar 这个部分呢，就是我觉得应该要考虑的。最后看一下My Portfolio 这里面的这个表格，因为也是半年结束了，所以赶快来看一下这个表格。那这个表格里面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上面呢都有很明显的这个涨幅。那我会挑一些我想要额外补充的来说，在这个部分 AVGO 还在评估要不要卖，因为卖了现在也没有什么替代品。那在通讯股上面呢 BCE 或许可以，但是我更加了解美国的公司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还是先以美国的公司为主。在 EMB 这个部分呢会加也是因为现在就在我的这个均价附近了所以会继续买。Holman Foods 这个部分呢差不多在均价附近。那 Consumer Staples 呢在经济复苏的阶段并不会有非常明显的涨幅，所以 Consumer Staples 呢不是那么急着加。SYY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JP Morgan 那时候125买的，已经涨了不少。那 Key Corp 就是用选择权控仓位的。这个 LMT 呢，在我的这个部署又来到5% 了。那工业如果把它稍微减了一下呢，也不知道要买什么，所以在这个 LMT 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不便宜，部位也大，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在考虑会不会减一只来买其他的，因为之前 LMT 我就做过这样的事情，好像我卖了一点点买了其他的，我忘记是不是这个了。MDT 没跌到自己想要的价格。MED 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还要再评估，不加。MO 在我的均价附近，所以我觉得会继续加。其他的 O 我觉得还有买的这个空间，在整个 REITs 部分呢，我都觉得还可以加的。Prudential 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在 undervalue 的，在均价附近，所以也可以考虑加。在宣维已经挺贵了，所以这个 materials 呢好像没找到什么合适的可以加。在 Snap On 呢，我一直没特别关注，没想到已经涨了这么多了，也加不了了。SPG我觉得这个部分呢，还在 retail 部分呢还有可加的这个空间，所以呢 SPG 呢再等跌一点点可能也会加。T 在这个部分呢，虽然看有亏损，但是之前说了，这个部分呢是采用的是分割前的这个价格。不过你看我慢慢买，也慢慢把这个价格压下来了。错这个部分呢，我没有用选择权控仓位，也不想要加，因为
通常加仓是要在赚钱的时候呢，等这个部分亏损大的时候呢，Joseph 通常就放着不管，除非有更好的这个选择。那 Tractor Supply 在221这部分呢，也是个很好的加仓的这个价格。这个部分呢，虽然看好，但是也就维持 0.8% 呢，稍微太少了一点，可能还会再加上来。Tyson Foods 这个部分呢，因为它的 margin 已经降了非常多，甚至降到负的，也就是它卖的都是亏的。在这个部分呢，经营可能有比较大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加，但是我又想要等到下一个季度的财报之后呢，才来决定。所以呢，在这部分的 Tyson 就暂时没有动。在 UNP 这个部分呢，想加，VFC 这个部分呢，可能也会加，目前才3% 而已呢，不会加得太快，因为就像说的，就算有一个好的 CEO， 那可能改变都没有那么快，更何况很多时候换 CEO 并没有解决公司的这个问题，所以要看这个 CEO 的魄力能不能让公司呢能够重整。那惠而浦呢，考虑再小小的买一点，所以目前是这样子。这个上面的这个 return 呢是不计股息的，所以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部分。那这是这个月的回顾。那不知道大家在6月买了哪些股票，7月想买哪些呢？请记得在影片下方留言、按赞，让 Joseph 知道你的想法哦。